大家好，欢迎来到科技烂的频道。我们知道有了教育邮箱以后，就可以注册微软的云服务。那我们今天就来演示一下如何去注册微软云 AZ100。我们知道微软云它有两个档，一个是100，就是$100的这个档。这个档呢，就是说需要用教育邮箱来注册，然后这$100基本上是可以兑换800个 G 的流量，然后可以让你用1年的一个状态。AZ200 又是什么呢？ AZ200 的话，它是需要用信用卡来注册的，它有$200的赠送额度。那这$200呢，是必须在你1个月内用完，如果用不完的话，它就会给你收回。我理解的是这样 ，AZ200 呢，就是1个月就基本上就体验一下就结束了。那100的话是真正意义上的可以让大家白嫖1年的，因为 AZ200 的话注册成功也没什么难度，如果你有信用卡的话就可以直接注册。那 AZ100 就必须要有教育邮箱，就是 EDU 后缀的邮箱。那还是老样子，我们先看一下微软云的速度如何。做了一个香港的线路，我们找一个 4K 视频看一下。然后它的这个延迟，我个人感觉没有亚马逊云机动性那么强。现在是晚上的8点整，然后它的速度基本上是29000的样子，然后是 4K， 我们让它跑一会儿，它应该速度还会有提升。好，那我们再看一下它在 Speedtest 上的测速情况，微软云，然后是香港的线路，我们点击 Go， 这边的香港延迟还是比较高的，107。然后带宽晚上大概也就100多。当然这只是一个参考，它的实际情况可能或多或少还有一些差异。同样我们没有开任何的中转加速。好的，还是有点凄惨的。那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吧。那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 AZ100 该如何去注册。首先我们要确保当前的环境是不开代理的，所以我们直接来到这个网址，到时候我会把这个网址发给大家，就是我们 free 杠后面是 student， 就是200的里头，它就是后头只有一个 free 开无痕模式进行注册。好，我们点击免费开始使用，这时候我们要创建一个新的账号。好，这样的账号的一个形式就跟邮箱是一样的，然后我们点击下一步，这篇呢给它一个密码，这边我们设置密码，我们点击下一步。好，这时候我们到邮箱里验证一下代码，代码是这个8517，然后粘贴到这个里面，我们下一步。好，创建邮箱，我们下一步，这边我们识别一下山羊，创建认证通过。这时候让我们输入手机号美国的手机号我们没有，我们就选中国的就可以了。输入完手机号以后，我们点击这个向我的手机号发短信，这边呢收到短信的一个验证码。好，此时呢我们点击验证，如果没收到的话，你可以再点这个我没有收到验证码。这时候就让我们填教育邮箱的一个地址。好，填写好以后，我们点击验证，然后它就会向教育邮箱发送一个验证信息。如果大家看到这边收不到信息的话，那就证明这个教育邮箱已经注册过这个 AZ100 的账号了。就只要接收过 AZ 发过来的这个验证邮箱的邮件的话，那它就不会再次收到了，所以这个邮箱是用不了的。好了，如果那个邮箱不行的话，我们再换一个邮箱，我们要用 Outlook 去登录。这时候我们已经收到了来自学术地位的验证，然后这时候我们可以点击这个链接，蓝颜色的链接我们点击，这时候我们再输入我之前用的这个科技烂.ga.nest， 然后点下一步登录，这是我们保存状态。好，我们来到这边以后就可以填写你自己的资料了，选择中国，这边的名字你随便选一个，我们就叫王大力就行了。然后下面的就是我这个邮箱，再下面就是电话，电话填真实的电话就可以了，是国内的江苏
地址2填的是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好吧，邮编就是找到的那个邮编。那这边我就点同意。好，那我们进行注册。那我们这个环节就是等待。如果出现这样的话，那就是说暂时你当前的这个教育邮箱没办法使用 AZ100， 它的意思是让你可以用信用卡 AZ200 的那种方式去使用。那成功以后呢，它就自动进入到你的这个账号里面来了。OK， 我们来到了这个 AZ 的主界面啊，不管你是用信用卡注册的 AZ200 还是用邮箱注册的 AZ100， 你都会来到这样的一个界面。那在这个界面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到右上角就是你的一个个人信息订阅的套餐，我这边是学生的套餐。那我们这边可以点到虚拟机，点开进入。然后这边现在有一个虚拟机，这边可以看到这个就是 AZ of Student 学生的订阅。那我们来创建一个实例，就是大家刚进到这个账户的时候肯定是没有实例的，点击这个创建，然后选择创建 AZ 的虚拟机，等待片刻，我们就来到这个创建虚拟机的界面，资源组你可以创建新的。好，这样就 OK 了。这边呢我们给它一个命名，这个地方是选择区域，绝大部分云服务厂商都使用的一个套路，创建的时候让你选择区域。那我们这边可以看到有很多地区，美国啊、欧洲啊、日本、韩国，东亚就指的是香港。然后我们这边可以创建一个日本的，这2项都不需要管。这边就是乌班图默认的 20.04，如果大家不是的话，你可以把它点开，找到乌班图的 20.04， 我也是比较熟悉的一个操作系统。这边就是我刚刚说的大小，如果大家在这里头找不到 BES， 我们需要进入到这个里面，然后它会把所有机型的大小全部罗列，然后包括一些付费的，包括一些很贵的，这边会标记你要采用实例的一个规格。我们这边可以看到有 CPU、内存、磁盘空间、最大的一个带宽等等这些参数。BES 是最低档的，而且不会超额的，是免费范围内的。我们点击选择会发生一些变化。这边呢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你可以用 SSH 公钥或者是密码。那我这边呢就用公钥的方式，因为比较熟。然后这块呢就是你的用户名，我们还是习惯在甲骨文云里头用的这个用户名乌班图。然后这边呢就是给这个密钥的文件起个名字，随便起都可以，是允许开放的端口，可以把 HTTP 和 HTTPS 80端口和443端口开启。然后这样的话第一页就全部配置完成。我们点击创建，创建到这一步呢，他说验证已经通过，需要我们再填一些相关资料。我们可以往下滑，这边呢就是可以填你的姓名，然后你的邮箱，还有你的电话号码。你可以查看所有的这个实例相关的一些规格参数。那我们如果确认无误的话，直接点创建。创建的这个瞬间呢，它就会提供公钥的这个文件的一个下载，我们点击下载就可以了。好，确保下载以后，我们点击返回创建虚拟机。来到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这个3个点的这个状态，它就是正在配置这个虚拟机了，就已经创建成功了，我们就可以等待它启动。这样的话右上角也有提示，然后这边提示部署完成，就证明你这个实例已经创建 OK 了。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首页进入这个虚拟机去查看到我们刚才创建的这个实例。我们点击它，然后在概要的这个状态下，我们可以看到这块有个公网 IP， 这个公网 IP 不是很瞬间就能生成的，你是可能这个实例你创建完以后等个1-2分钟 IP 才会匹配。那我们点击这个 IP， 这边它现在是动态的，我们把它改成静态。这边改成静态以后呢，它会提示虚拟机可能会重启，我们点击保存。这时候我们再回到这个虚拟机列表，我们再点击它进入，然后选择网络。在网络里头呢，我们就要设置
进站和出站了，这个就跟很多我们的云服务商给我们提供的实例的规范是相同的啊。我们这边呢点击添加，我们来到这个添加进站安全规则的地方来，上面的这几项都不需要动，这一块呢我们就用星号，对，星号是代表所有端口，然后再往下呢我们这边也可以保持默认，然后这边我们优先级给它填成100，然后这个名称我们给它换一个，名称我们就叫进站，说明其他的下面的都不需要动。然后就下面会有这么多叹号，我们不需要管，直接点击添加。好，进站的规则我们已经加好了，我们再到出站的规则进行添加。上面的4项不用去调，我们把这块改成星号，面向所有端口。然后下面这个也不用去调，这块也保持默认。这边呢我们就101，下面这个呢我们就改成出站，只要你自己好记就可以了。然后我们点击添加，这样的我们所有的端口进站出站都是畅通无阻的。此时我们回到概述的这个地方来，然后我们把刚才的这个 IP 复制一下，现在应该是可以拼通的。OK， 是可以正常拼通的，并且延迟还是比较低的啊，延迟只有40级。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拿这个 IP 进入 XShell， 然后添加这个 IP， 然后 IP 地址复制进来。好，然后我们点击链接。来到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说你可以跟你的 SSH 进行连接了。然后我们点击永远，这边输入你的名称无版图，我们刚才设置的密钥，去找我们刚才下载的，确定。这样呢，我们就成功的登录了 SSH 的后台这台服务器。那好了，欢迎大家的收看。我们今天讲了 AZ100 注册的一个方式，也把各种失败的一个情况跟大家呈现了一下，告诉大家如何在 AZ 微软云里面创建实例，并且调通这个实例，可以让我们正常的去使用。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